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您尾号5762的账户向杨文轩尾号8541的账户转账50万00元，任何索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千万别给。我是前天才看到这条信息，银行在10天前发来的转账提示，那时刚收到银行的房贷还款提示短信，查看完，转头发现短信息列表里有这条通知。这可好了，账上就剩300多，压根不够还贷，眼看要断供。幸好钱只是被杨文轩从共有账户转去他的卡。我们结婚后打定主意要丁克，所以建了个共有账户存养老钱。一直以来形成的默契是2个人只要有余钱就分别往里存，密码互相也是知道的。从来没出过这种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取走的情况。你转去干什么了？我问他。一开始他云淡风轻地试图隐瞒，最近公司的资金有点吃紧，所以承诺给8个点的利息让我们支援一下，公司就留给我们300万的额度。我立刻转了，还以为你收到短信就会问呢，结果我正好出差，就忘记汇报了。8个点，我算了算，这1年下来就有4万的利息收入，凭证呢，在公司呢。他头也没抬地继续打游戏，明天下班拿给我。我也没多心，他公司搞工程建设，赚钱不少，但容易被客户拖欠，有时候周转不过来。高息找员工借钱也是有的，明天要交房贷了，你还有钱吗？有钱赶紧转给我。房子是2个人的名字，贷款却从我的银行账户扣。杨文轩退出游戏，给我转了1万，幸好前天发了笔奖金。你先垫着，我也要没钱了。我取笑他，谁让你贪那8个点的利息呢？心里犯嘀咕，还有钱发奖金，为啥要找员工借钱？第2天，杨文轩拿了张收据给我，我拿出之前他公司开的收据一比对，有他们财务的签名，却没有盖章。回头却迎上杨文轩小心翼翼的目光，他跟我四目相接，又飞快转开，若无其事。我心中存疑，面色却如常。转头我在微信上找他们公司的同事打听，小林，你们那个借钱利息还是按之前那样，半年兑现一次？姐，借啥钱？杨文轩骗我。下班后，杨文轩一进家门，我揪住他的耳朵，你跟我说钱到底去哪儿了？他一脸正气的不认。后来我甩出和他们公司几个人的聊天记录，都说不知道公司最近有集资的事儿，他才咬牙切齿地骂道，还不是怪你那个神经病姐姐和姐夫，妈的坑我。我姐？你怎么会认识我姐？毕竟我都有10年没和她来往过了。我是在我妈去世后和我姐陈红你断了来往的。我姐不是亲姐，是我妈闺蜜的女儿。我妈的闺蜜生我姐时难产走了，不到1年，她父亲也离开人世。她在亲戚家流浪长大到3岁，瘦得跟皮猴似的。我妈看不过眼，恰好结婚几年没孩子，就和我爸一合计，找了点关系，收养了她。他亲戚迷信，嫌他克死父母，忙不迭地将他丢给我爸妈。谁知不到1年，我妈怀孕了。他高兴地说我姐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将她视如己出。哪怕后来我爸工伤去世，他也没改变看法。变故发生在我16岁那年，那时我还在读高1。风雪夜接到楼下阿姨的电话，说我妈没了。我立时腿软，险些跪倒在地，好不容易撑到家，却发现灵堂都撤了。隔壁卢叔叔帮忙料理的丧事，把我带到我妈的墓前，他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我姐一边烧纸一边抹着泪，
妈妈病了，一直不让告诉你。这几年给妈治病欠了很多钱，把房子卖了也没还完。你还小，不用跟我一起还债。他张口闭口都是没钱一身债，眉眼之间全是算计，生怕我分走一分一毫。我是有骨气的，给我妈烧了纸磕了头，转身收拾了东西回学校。想不到一别10年，去年我忽然发现我们的房子买在了同一个小区，还是面对面2栋楼，在阳台就能喊答应那种。杨文轩说10天前我姐让他帮忙取快递，一开门给老子吓一跳，啥也没穿就朝我扑过来了。我眼神古怪，我姐让他帮忙拿快递，这事儿听着就很玄妙了。杨文轩解释，是有一次取快递时遇上的。陈红妮主动跟他说起我们的关系，本也是小事，又怕我多心，所以他回来没说，也算解释得通。那你呢？我人都吓傻了，所以被扑中了呀。你不知道他脸红的跟中药似的，直接上手来扒我裤子，力气大得，给我把皮带都扯断了。我又不敢推他，怕摸到不该摸的。也不知你姐夫从哪儿冒出来，一边揍我一边说要报警，说我非礼他老婆。我有嘴说不清，只能认怂给钱。为什么要认怂？我直觉杨文轩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这不摆明是个圈套吗？你当时不会真？我狐疑地看他，他指天发誓，没有，肯定没有。但是你姐夫从我出现在电梯口就开始录像了，他从衣柜里翻出跟断了的皮带，你看，陈红你给我扯断的。然后呢？然后他打了我一顿，给我揍得鼻青脸肿。你也知道他那个体格，那很近，再打下去我就要没命了。我没办法，只能给钱。前几天我跟你说出差，就是因为脸肿的见不了人，我又怕你担心，影响你们姐妹感情。你看，这里还肿着一点。他指着嘴角一点淤青，我顾不上心疼他，原地跳脚。感情个屁！我妈去世后，我们就没来往了。你什么时候见我邀请他来家里吃饭？杨文轩愣了下，好像是哦，还给我拽台湾腔。我气他又怂又蠢，指着他鼻子骂：你用你的猪脑子想想，这不是仙人跳吗？否则哪有这要巧的事儿？拿快递还脱光了来开门，马上她老公就录着像出现了。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同学群里的消息，立刻打开来看。你看，人家拿着咱们的钱，转头就买房子去了。我从小就跟在陈红你屁股后头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恰好高中校友群里有个同学在做房产销售，这段时间行情下行，他们楼盘促销打折的厉害。前2天她发了照片出来，陈红你和她老公吴振雄喜提新居，胸前挂着红色绶带，举着牌子，一脸傻笑，合着这是我给的首付呀？不行，必须报警！凭什么呀？我拖着杨文轩就往小区附近的派出所走。杨文轩，你个王八蛋，你什么意思？还有100米到派出所。杨文轩拦着我不让去，我一边骂一边用力掰他拦腰抱着我的手臂。50万不是小数目，你这是被仙人跳了，敲诈勒索，老娘一定要把厂子找回来。杨文轩蹙着眉，还有空挑剔我？你别总是老娘老娘的，报警说什么？咱也没证据啊。何况这都多少天了，我身上的伤早就好了，报警也没用了。我脚步一缓，确实是被气愤冲昏头了。我回头看着他，怎么没证据？钱怎么给他们的？杨文轩一脸无奈，转的账。但当时你姐夫逼着我还签了个字据，说是自愿赠与。字据，我气得一魂
出窍二魂升天，你就那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杨文轩叫冤：“你不是不知道你姐夫那大块头，我当时差点被打死，那怎么没打死你呢？”我心里翻个白眼。姐夫，呵，字据呢？我目光犀利地看着他，他下意识地一躲。我没有，就一份，在你姐夫手里。你跟我说，到底还瞒了什么？陈红，你为什么盯上你？杨文轩撇开头，梗着脖子。那我哪知道？也许就跟你过不去，也许知道咱们有这个钱。是，卡里存到现在就50万多点零头，敲诈金额倒是精准。我不语，看杨文轩的神色，估摸着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大概率也问不出来了。狠狠地踢了一脚行道树。我在路边拿手机给律师朋友打电话，简单的描述了一下事情，得到的答复是：这事儿建议报警。这种自愿赠与可以要求返还，明明报警能解决的事儿，偏偏作为受害者的杨文轩不愿意。挂了电话，我看看蹲在路边抽烟的杨文轩，眸色深沉，咬咬牙，一脚踢在他后背。先回家。他险些被我踢到马路牙子中间，立刻站稳跟上我。回去，不报警了，不是你说的吗？报警也没用，回去再想对策。半夜我从床头坐起，想想还是不甘，抓过他手机。杨文轩倒是心大，早就睡死过去。我抓着他的手进行指纹解锁，打开他的银行流水，钱是转到陈红你账户上的，没有留任何备注。想到律师说的，这种自愿赠与多半无效，可以请求偿还。尤其这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严重侵害了我的利益。我把银行转账记录导出来留底，准备将手机放回去。凭什么还？这是你欠我的。突然跳出的这条微信信息让我眉心一跳，是杨文轩的微信小号。呵，想不到他还有小号。我翻开，只有一条记录，是杨文轩3小时前发出的。我老婆知道了，她说要报警。我劝你和你老公最好把钱赶快还给我。我沉吟，按照杨文轩的说法，这女人应该就是陈红你。虽然这昵称和头像都跟我微信里陈红你的联系方式不一样，看样子也是陈红你的小号。2个人都用小号，要说没鬼，我变成鬼都不信。还你和你老公，呵呵，这用词。我想了想，压住火气回道：怎么是我欠你的？那边回得很快，回过来的消息却让我啼笑皆非。是你先强暴我的。我飞快打字：我强暴你，不是你光溜溜主动扑上来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装什么装？那端沉默良久，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末了才回复道：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那天，就这样吧。你让陈晚秋去告他，大概还没发现你之前天天睡在我床上的事吧？这1年来我夜夜噩梦。反正现在我已经跟老公坦白了，我根本不怕你。看是你强奸坐牢时间长，还是我拿你点精神补偿的代价高？信息量太大，手机从我手中滑落，咣啷一声砸在杨文轩的胳膊上。他嘟嘟囔囔，侧过身继续睡。我却一脸懵，1年来是什么意思？强奸坐牢是什么意思？她老公也知道又是什么意思？我心咚咚跳，难道杨文轩和陈红妮早就勾搭上了？我捡起手机，快速截图，问道：你说清楚。一个红色的小叹号弹出来，被拉黑了。第2天一早，杨文轩送我上班，下车时他盯着我的脸：咱还报警不？我心中悲凉，面色却如常。让我想想。他微微松口气：那我先走了。我望着远去的车，打电话请了个私家侦探。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还原事情的真相。
2年恋爱，5年夫妻。如果杨文轩真给自己选了这样一条不体面的路，那我也不会手软。3天后，婆婆穿得五彩斑斓，拎着大包小包，活似刚从吉普赛流浪回来一般，出现在我家。我这婆婆是个妙人儿，和公公离婚后，成了新时代中老年妇女的代言人。她多次强调女性要不婚不育保平安。我和杨文轩决定结婚时，婆婆坚决反对。得知我们打算丁克时，长舒一口气，看我的眼神十足欣慰，一副你早该醒悟的模样，亲情看得清。所以杨文轩虽然判给他，但小学4年级就被塞到学校住校了，更别说我们结婚后，他明确拒绝和我们住在一起，钱财看得重。故而得知杨文轩被人坑了50万，立刻把自己快递回来，准备帮我们讨回公道。又新潮又市井，活得十分通透，战斗力极强。我很爱他。就对面那栋楼，他站在阳台上，拿着望远镜朝陈红你家里看去。我点头，给他孝敬了一支烟。他拒绝了，反倒是撸了撸袖子，拍拍我的肩。我这儿子就是不争气，挨打算什么？还敢把你打死，轻易就把钱给了。这要放在革命年代，就是个汉奸叛徒，还得靠我。你是年轻姑娘，不好出面。我来，等下班时间，陈红你回了家。婆婆拿着我给她打印好的转账记录，雄赳赳气昂昂地出了门。不过15分钟，有人开始在业主群图文直播劲爆，有人仙人跳坑了人家50万，现在人家妈找上门了。高清无码大图是老太太躺在地上，五彩斑斓的裙子散开在地上，艳如牡丹。她一半身子都在门里，门口是陈红你进退两难的样子。我立刻报了警，刚挂了电话，杨文轩的电话就到了，他估计在业主群也看到消息了。我妈怎么来了？你叫来的。他气急败坏，呼哧带喘的，像是在一路小跑。我满脸无辜，妈昨天打电话来要旅游费，我哪有钱？怕她怀疑我私吞家庭财产，所以我告诉她了。我怎么知道她今天突然就买了机票出现了？再说咱妈出面，难道不比咱俩去要好？杨文轩卡了壳，我不管，你赶紧去把她劝回来。丢不丢人啊？丢人！我朝空中翻了个白眼，要回自己的钱怎么能算丢人？嫌丢人？你别乱来呀！我抵达战场时，门口围了一大群吃瓜业主，婆婆抱着陈红你的大腿不撒手，哭天抢地唱作俱佳，要了老命了哦！你这女人脱光了勾引我儿子，还反咬他一口说他强奸，50万呐！足足敲诈了他50万。旁边人窃窃私语，陈红你的老公还没回家，就他一人面对这种大场面。他站在门口，一脸羞愤交加，手里拿着张纸使劲辩解。老太太你讲道理，这白纸黑字是自愿赠与的。婆婆头发蓬乱，继续哭，非亲非故的，谁家好人自愿赠与人家50万啊？转完账卡上只剩了几毛钱啊，连根鸡毛都买不了。再说了，经过我儿媳妇同意了吗？有业主起哄道：就是啊，什么原因要送你50万呢？嫖资嘛，就你嘴欠，那人的老婆打了他一下，拖着他回家了。我默默点了个赞。陈红你一见我出现在门口，立刻指着我大声道：谁说非亲非故？他儿媳妇是我妹妹。所有人都朝我看了过来。我婆婆脸色一滞，大概没想到我和陈红你还有这层关系。当年母亲离世，我被她身无分文地赶出家门后，能平安活到现在，全靠自己勤工俭学。到我和杨文轩结婚时，
鉴于婆婆平等地创非所有婚姻，本就不赞成我们结婚，所以也没有大宴宾客。婆婆从不知道，我还有个姐姐，估计知道了，也就是为她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观点再添上一个有力佐证吧。我蹲下扶着婆婆，和陈红你四目相对，我眼眶立刻红了。我想不到你还认我做妹妹，当初妈妈去世，你霸占全部财产赶我出家门时，说的难道不是就当从来没认识我？陈红你爸妈留下的钱也有50-60万，你现在住的房子难道不是靠那个钱买的吗？陈红你气急败坏地跺跺脚，你胡说什么？那钱妈妈明明有说是她生病借了钱用来还债的，不光如此，那钱根本不够还，我也是前几年才全部还完的。妈妈，你也配叫？我冷笑，是吗？遗嘱在哪儿？陈红你一顿，有点接不上话。她自小在亲戚家养成了沉默的性子，后来到了我家，父母对她视如己出，现在结婚，又嫁了个把她捧在手心里疼的糙汉老公，所以她除了3岁前几乎没受过什么挫折，性格看起来软糯柔顺，吵起架来显得嘴也笨。可惜我太知道了，陈红你最擅长的就是扮猪吃老虎。什么？他们还霸占了我岳母给你留的遗产？杨文轩急匆匆出现在电梯口，大概是看陈红你老公不在，一副好欺负的样子，所以杨文轩往我身前一站，满身的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你们胡说什么？仗着人多，欺负我一个吗？陈红你渲然欲泣，欺负你？杨文轩像是被气笑了。你老公当时差点把我打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们怎么欺负我的？我婆婆一听来劲了，从地上蹦起来，扯着陈红你们这是屈打成招啊，逼着我儿子转账签字，这和抢劫有什么区别？不行，报警，必须报警，让警察来评评，还有没有天理法律了？他掏出手机，作势要拨打。陈红你甩开他，目光含泪，楚楚可怜地看着杨文轩。我以为我跟你已经说清楚了，你想报警解决，我随时奉陪，肉眼可见。杨文轩一慌，我想到私家侦探给我发来的资料，尽管花了几天时间做心理建设，心里还是忍不住难受。行了，看在你是晚秋姐姐的份上，我们就不报警了，把该还的还给我们。杨文轩真是怕人看不出有问题，大度的可笑。婆婆给了我个眼色，仿佛在说，你看，我就知道男人不行吧。我苦笑，哪是他不行，他可太行了好吧。陈红你啐了一口，想得美。他目光落在我身后，立刻像找到主心骨，哭唧唧的叫唤，老公，你总算回来了。一声地动山崩的吼叫自我身后响起，谁他妈敢欺负我老婆？吼得我一个哆嗦。我那婆婆却是见过世面的，立刻往地上一倒，脸色惨白。不行了，老婆子的心脏病要复发了。我那姐夫吴振雄一个箭步窜过来，你先别晕，把话说清楚，怎么欺负我老婆的？吴振雄一把将我婆婆从地上拎起来，像拎小鸡仔似的。你心脏病是吧？我帮你看看。他浑身蛮力，做事要把婆婆往空中抛。我眼疾手快地冲过去护住婆婆，却被吴振雄一把推开，差点摔倒。你干什么？我冲他吼道。我教训碰瓷的。怎么，你也想试试？吴振雄一瞪眼，凶神恶煞。杨文轩躲在我身后，小声说，别惹他，他可是练过的。我气得直翻白眼，一对上吴振雄就怂，这男人要来干嘛？警察来了。人群外有人喊了一声，2名警察分开人群走进来，看到这剑拔弩张的架势，
立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谁报的警？”在猛的人看见一身警服，也瞬间认怂。警察同志，误会，小事，家事。看到警察，我婆婆精神抖擞地奔过去。警察同志，我们报的警，他还有他给我儿子下套，敲诈了50万。哎呦，你是不知道，叫我儿子拿快递，结果拖得光溜溜的就跑出来，然后这男的就像事先知道一样，拿着录像机就出现了，给我儿子打的呀。婆婆讲得绘声绘色，活4人在现场。陈红，你2口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个老太婆少胡说！吴振雄吼道。金额不可谓不大。年长的民警脸色瞬间严肃了起来，他转头看到我，目光中闪过讶异。小秋，我想不到出警的是罗警官。我妈去世后，我被赶出家门那晚，是他在派出所值班，叔叔送你回家。他蹲下身问我，16岁的我穿着单薄的羽绒服缩在派出所的凳子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沉默地对他摇头。很久后，我才哑着嗓子说：“我妈死了，我被姐姐赶出来了。叔叔，我在这里待1晚可以吗？明天我就坐车回学校。”他无奈，让我在沙发上将就了1晚。后来，他帮我找法律援助，试图分配我妈留下的遗产，却发现家里的钱和财产在母亲在世时就被姐姐以治病欠债的名义转移走了，甚至还包括我爸爸因公亡留下的赔偿金。他同情我，却无可奈何。那时他40出头，如今双鬓已染白。我朝他点头。罗警官、吴振雄和杨文轩的目光立刻警觉起来。后来我们被请去警察局。临下楼前，之前问是不是朴子的隔壁邻居悄悄塞给了我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任何标识的 U 盘和一张纸条，那天无意间拍到的。纸条上写着：恰好我包里有个小转接器。我戴上耳机，悄悄打开一看，果然是那天的现场录像。陈红你光溜溜的在一旁，杨文轩的裤子脱在一旁。吴振雄将他从陈红你身上扒拉下来，神色凶残地揍他，拳拳到肉。他妈的，我叫你威胁我老婆，强奸她，威胁，强奸，倒和那晚的微信对上了。可杨文轩拿什么能威胁到陈红你？我蹙着眉思索，忽然有个念头一闪即逝，难道……果然，到了派出所，最先反水的是杨文轩。警察同志，是我没跟我妈和我老婆解释清楚，这钱是我们自愿资助给姐姐姐夫买房子的首付。杨文轩解释道，试图模糊焦点。他这一任敲诈勒索的罪名就不成立了。陈红你垂头不语。吴振雄得意洋洋地看了我和婆婆一眼。婆婆正要发飙，我拽着她的衣袖阻止她，转头冷笑问道：“资助也得有个明确说法吧？是借还是送？总不能50万白送吧？”罗警官盯着那2男人，吴振雄咧着嘴笑，把球踢给杨文轩，问：“你老公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是自愿赠与。杨文轩一边点头，是我们自愿赠与的，一边呵斥我，事情都没搞清楚就上门闹，闹什么闹？呵，真是给你脸了！我正要发飙，婆婆不乐意了，一巴掌给她扇到脸上。谁跟你就我们了？你能代表小秋？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了不算。这什么资助赠与的，我们不认，让他们赶紧还。说完还恨铁不成钢地指着杨文轩的鼻子骂：“白把你生成个男人了！你妈，我当年跟你爸离婚时那腰杆子多硬，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种？”我盯着杨文轩脸上那清晰的手指印，心道这老太太果然能处。我对罗警官说：“
您也听到了，这钱借出去我是不知道的。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从我们共有账户转出去的，不管是资助也好，赠与也罢，我婆婆说的就是我的态度，钱至少有一半是我的。麻烦警察同志记录一下，我不借，请他们立刻还钱，否则我们法庭见。吴振雄坐在一旁，懒洋洋地抖着腿，钱就是你们自愿赠与的，法庭见就法庭见，老子怕过谁？出了警察局，吴振雄把陈红你护在身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指了指自己头顶，低声说：“看到老子头上没？绿帽子，我妹夫给我戴的。你要上法庭，我奉陪到底。我有证据，你老公把我老婆强暴了，我左右不过一个敲诈勒索。你看看到时候他判得重还是我判得重？就算我们都进去了，我在牢里也弄死他。你自己想想清楚。”说罢，扯着陈红你嚣张而去。陈红你回头对上我的目光，又低头加快脚步跟着他走了。婆婆凑上来问：“他跟你说什么？威胁你了？”“没有，只是欢迎我去告他，说要给我个惊喜。”我嘴角扯着笑看着杨文轩，他似乎领悟到什么，一脸不自在的惨白。婆婆转头看到他这个怂样，气不打一处来，捶胸顿足，一路骂骂咧咧。杨文轩沉默不语。回到家，她阴着脸将婆婆拉到主卧，门砰的一声关上，两个人在里面压低声音，依稀听到吵得不可开交。我端了杯冷茶站在阳台，懒得听他们吵什么，只冷淡地看着对面楼上陈红你的家。房间依次灯亮灯灭，那两人睡了，婆婆也打开门。我回身，她讪讪一笑：“管不了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吧。那啥，小秋，我先回去了。”我挑眉，心底却清楚，一个母亲嘴上再怎么嫌弃自己的儿子，却也不会正义感如此爆棚地送他去坐牢。妈，这么晚了，明天再走吧。他拉着行李在门口换鞋，低头不敢看我。我刚买了最晚一班航班的机票，临出门又回身说：“那个，要不就算了，钱的话我不急你。”杨文轩跟出来：“一家人的，补什么钱？我送你去机场。”目送两人进了电梯，门关上，我看着杨文轩的车出了小区。书房里，我打开电脑，熟练地找到了隐藏文件夹，这是杨文轩用来存小电影的地方。平常怕我嫌弃他，从来不敢告诉我他有这个爱好，我却是一早就知道。男人嘛，咋可能没点自己的癖好？只是从来不说，所以杨文轩也不知道。我知道他的秘密基地建在哪里，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杨文轩试图隐藏的证据。一个命名为 CHN 的 MP4 文件，打开是陈红你不敢告诉吴振雄的秘密，也是母亲去世后我连滚带爬的回家发现的秘密。我妈突发疾病去世那年，接到楼下阿姨的电话时，我正在学校上晚自习，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嘈杂，阿姨的声音语气急切又充满同情：“小秋，快回家，你妈没了，昨天已经火化下葬了。”我什么都没想，也来不及想，扔下书包就往家里赶。到家后，我手抖着，颤巍巍地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上锁眼，打不开门。好不容易进了家门，一切如常。就在我以为那通电话是幻听时，主卧门内传来一阵压抑的喘息和令人面红耳赤的对话，让我瞬间似被雷劈一样，呆立在现场。卢叔，你轻点，别让人听见。那是陈红你的声音，带着一阵难以压抑、引人遐想的闷哼。卢永光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怕什么？要不是你妈一直碍事，
我们早就，幸好把他的药换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会活多久呢。卢永光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却听得毛骨悚然，我浑身冰冷，仿佛置身冰窖，脑海中闪过无数个片段。我妈的身体每况愈下，脸色苍白，却总是强颜欢笑地说：“没事，妈就是老了，不中用了。”我紧紧地握着拳头，指甲深深地嵌入肉里，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我妈的死竟然不是意外，而是谋杀。里面的人对我的回家一无所觉，那令人作呕的声音愈来愈烈。可是要是小秋知道了，怕什么？人都烧成灰了，他还能有什么证据？何况小秋没钱，你忘了，你妈什么也没给你们留下，只有几张他妈亲笔签字的借条，拿什么告？万一没有万一，她一个小姑娘，难道我还怕她？我回想着上次暑假陈红你穿得清凉，准备出门，房门刚打开，对面的卢永光也恰好出来，看到他，眼神一亮。我妈见状，立刻将他赶回房，套个 T 恤再出房门。原来是这样的，而我那个傻妈妈，万万想不到这两只白眼狼勾搭在一起，将他给害死了。我攥紧拳头，恨不能冲进去把这对狗男女给碎尸万段，不敢叫他们知道我回来了。我拉开家门，找打电话给我的邻居阿姨要了妈妈的埋葬地址。出租车在漆黑的街道上飞驰，初秋的风带着凉意，卷起地上的落叶，像极了鬼魅的舞蹈。在妈妈的墓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我面色憔悴，假装从学校赶回来。我想报仇，可惜那时我年幼身弱未成年，还苦无证据。即便后来有法律援助，律师也只能叹口气：“小秋，你说的只是一面之词，没有证据，法律也惩治不了他们。忘了这些吧。我想你妈妈也不希望你活在仇恨里。如今拜我的好老公所赐，他竟然录下了那对男女苟合的视频，看日期竟是1年前。这就和之前陈红你在小号上说的日期对上了。我的好老公用这视频威胁陈红你，爬上了陈红你的床。可是吴振雄那里，我打赌陈红你不敢告诉他，杨文轩真正威胁到他的把柄。我冷冷一笑，机会终于来了。我特意去了趟陈红你常去的超市，在货架前假装挑选商品，实则用余光留意着他的身影。很快，陈红你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他推着购物车在生鲜区挑鱼。我走到他身边，状似不经意地说：“这要巧，姐姐。”陈红你愣了下，不着痕迹地朝四周看了下，蹙着眉：“你在这里干什么？买菜呀？”我皮笑肉不笑地捞出一条鱼，鱼在网里徒劳挣扎。见了陈红你一身水，他怒目而视，却没说什么。你看，我把鱼递给工作人员，示意他杀了给我。这渔网的洞挺大的，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陈红你抿着唇，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朋友推荐我一部，说是家庭伦理剧，我熬夜在看呢。我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就是那种讲家长里短，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特别刺激。陈红你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小秋，不该你管的闲事。少管。我故作惊讶，闲事？怎么？难道你心中有鬼？陈红你深吸一口气，语气平静的可怕。小秋，所有作恶的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报应。我愣住了，这句话仿佛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口。我回想起小时候，我妈还在，那时我和陈红妮也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她大我快5岁，从小我就是她的跟屁虫。
赖着他帮我抄作业，冬天冷了挤他的被窝，把冰凉的脚放在他温热的小腿上。可是这一切都被卢永光这个恶魔给毁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妈最后的样子，憔悴瘦弱，心像被刀割一样痛。不，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一定要为妈妈报仇。我深吸一口气，将 U 盘装进信封，同城快递寄给了吴振雄。第二天，吴振雄脸色铁青地回了家。我悄悄地回家，打开了监控。这是杨文轩之前偷装在陈红你家的监控。吴振雄一脚踹开家门，我猜他想质问陈红你 U 盘里的事，却没料到他家已经乱成一锅粥。陈红你、卢永光，连我老公杨文轩都在。杨文轩一身衣服被扯得凌乱不堪，脸上还有清晰的巴掌印，显然吃了亏。死丫头，背着我嫁人就算了，如今还勾搭你妹夫，真以为你现在有靠山了？我不敢动你是吧？卢永光扯着陈红你的头发，色厉内荏地吼道，脖子上青筋暴起，拳头眼看要招呼上去了。吴振雄一头雾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下意识地将陈红你保护下来。死老头，敢动我老婆！他扬起拳头，神色狠厉。卢永光嘿嘿笑，你老婆？哈哈哈！他一满18岁，我就给他开荤了，还他妈你老婆！我一愣，陈红你18岁，那时母亲还在世，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描绘起当年的香艳场景。陈红你突然崩溃了，住口！你住口！如果不是你趁着我妈生病给我下药，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卢永光冷笑，那又怎么样？后来你还不是心甘情愿跟了我？如今也就是老头我年纪大了，满足不了他，才让你捡了个便宜。他指着吴振雄，你不知道吧？每个月我还是要来找他几次的。吴振雄脸色铁青，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揪住卢永光的衣领，我打死你个为老不尊的东西！他怒吼道，一拳狠狠地砸在卢永光脸上。卢永光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吴振雄又是一脚踹在他肚子上，他立刻疼得蜷缩在一起。好好好，今天我就跟你拼了！卢永光知道自己逃不掉，索性破罐子破摔，跳起来和吴振雄扭打在一起，家具被撞得东倒西歪，房间里一片狼藉。陈红你冷眼旁观着这一切，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突然，吴振雄一个过肩摔，将卢永光重重地摔在地上。卢永光闷哼一声，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吴振雄红了眼，骑在他身上，一拳又一拳地砸向他的脑袋。我打死你，打死你！他怒吼着，完全失去了理智。陈红你见状，非但没有阻止，反而露出了一丝快意的笑容。打得好，打死他！他低声说道，语气里充满了怨毒。杨文轩见状，吓得瑟瑟发抖，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终于，卢永光不再挣扎，脑袋无力地歪向一边，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染红了地板。吴振雄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眼前这一幕，吓得瘫软在地。我杀人了！他喃喃自语道，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陈红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没事的，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他轻声说道，语气温柔的可怕。转过头，他对着监控的方向说道。我愣愣看着他，他缓缓起唇，微笑着，无声地说道：“妹妹，报警！”隔着玻璃，我和陈红你对视着，他穿着囚服，神色却温柔淡定。
毕竟中间横亘着10多年形同陌路的时光。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他仿佛话家常一般，先问道：“还好吗？”我点点头。今天吴振雄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又补充道：“缓了2年。”知道了。陈红妮点头。杨文轩呢？判了3年。我回道：“我上个月跟他办了离婚手续，挺好的。”我忍不住抬头看着他：“你不打算再和我说点什么吗？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庭上，陈红妮主动供述了当年卢永光如何迷奸她，后来为了独占她，偷偷潜入我家，将母亲救命的药换成普通维生素，而她一开始不知情，后来也无力回天。卢永光甚至还计划着等我回家再如法炮制，占有我们2姐妹，就是我说的那样。他笑看着我：“晚秋，现在这个结局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坏人都有了报应，就让我在这里为妈妈赎罪吧。”我与他对视，他的目光仍旧温柔坚定，空气中静默了片刻。我微微一笑：“好呀，你确实该在这里赎罪，姐姐。”我一字一顿：“你不会真的以为做了这一场戏，我就会原谅你，甚至圣母心大发，放过你吧？你以为我会同情你，甚至认为你当年将我赶出家门，是为了保护我不受卢永光的侵犯？别傻了，姐姐。我早知道妈妈当年吃下的维生素，全都是你做主买的。之后她与卢永光换了个城市，以夫妻名义生活了几年。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道扬镳。陈红妮嫁给了吴振雄，可这也不是我该关心的事了。陈红妮错愕地看着我：“10年了，姐姐，我早就长大了，也不枉我特意将房子买在他对面楼，还特地在家里备上望远镜，只是想不到，倒给了杨文轩暴露渣男本性的机会。”拿着证据的他找上陈红妮：“不要钱，只要人。”我忍不住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走出监狱，秋雨欲来。我想，下过雨总会放晴的。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结婚5周年这天，我被放鸽子了。江璇一向讨厌各种情人节日，前阵子我们冷战了很久，关系刚缓和，所以这次他才答应陪我过一次纪念日。我在江璇最喜欢的那家海景餐厅等到打烊，他还是没有出救，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我自嘲一笑，在服务员同情的目光中离开。凌晨的海边寂寥无人，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躁动的心被海浪安抚趋于平静。铃声划破夜空，我打了几10通电话的号码，终于回复了。仙云她不舒服，我在医院走不开，今晚不回来了。江璇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我沉默了数秒，喉咙有些发紧。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江璇不耐烦地打断我，什么日子都没有仙云的身体重要。方静秋，你就再怎么这么自私。他顿了顿，语气嘲讽，不过是一顿饭而已。原来结婚纪念日在他眼里不过是一顿无关紧要的饭，他甚至没有关心我一句。我红着眼眶，深深吐出一口气。江璇，你是我老公。电话那边传来医生的叫号声：“吴仙云家属在吗？”江璇应了一声，而后急匆匆挂断电话。听着对面的忙音，我木木地想，小叔子和大嫂也勉强算得上家属吧。我决定放过江璇，也放过自己。是在收到吴仙云发来的信息之后，照片上的江璇正眉目温柔在削一颗苹果。静秋，是我不好，不该中午不吃饭导致低血糖晕了过去。你也知道阿璇这个人固执得很，非要我留院检查。
等我出院，我就把他押过来给你请罪。满屏的茶言茶语提醒着我，我的老公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陪着别的女人。吴仙云的这种挑衅已经很多次了。他跟江璇一起上下班，时不时朋友圈里发各种状态下的江璇跟他的合照。我不止一次为这件事和江璇吵架。他是怎么说的呢？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我跟仙云没什么，是你思想龌龊。这一次我忽然没办法再骗自己，江璇他是真的不喜欢我。我决定去找江璇离婚。去停车场的路上，我不受控制地回想起从前18岁那年，我在江璇脖子上看到了一个吊坠，那上面有我留给救命恩人的信物。自那天起，我开始追在江璇身后。她喜欢穿白裙子留黑长发的女孩，我毫不犹豫扔掉长裤，把头发染回黑色。她喜欢吃20堂的早餐，我会横跨半个校园，准时送到她手边。整个学校都知道方静秋爱惨了江璇。面对我的追求，江璇却一直淡淡的，不拒绝也不接受。我以为长大后的江璇就是这样的性格，毕竟她身边也没有别人，我的喜欢还是有机会的。然而我不知道，她暗恋一个女孩很久，那个女孩就是吴仙云。吴仙云是江家保姆的女儿，她跟江璇还有江璇的哥哥江毅一起长大，江家待她不薄。虽然她只是保姆的女儿，却让她跟江家兄弟上同一所贵族学校。然而吴仙云并不知足，等到江家发觉时，江毅已经非她不娶。江毅和吴仙云结婚的那一晚，江璇喝醉了，我送她回家，忙前忙后的照顾。那一晚，江璇紧紧抱着我，叫我别走。我以为我的努力付出终于得到回应。然而我跟江璇结婚的第3年，江毅死了。他跟吴仙云在车上吵架，车子失控撞上了一辆大货车，江毅当场死亡。婚后没多久，江毅开始频频出轨，吴仙云由人人艳羡的灰姑娘变成守不住丈夫的可怜人。车祸之前，两人正在为江一心包养的嫩模争吵。江家骤然失去继承者，大为悲痛，把所有的痛苦都迁怒到吴仙云身上。不仅赶她出去，还停掉医院的治疗费用。虽然我跟吴仙云关系淡淡的，同为女人，我还是于心不忍。可是当我赶到医院，入目便是江璇满眼怜惜地搂住吴仙云。阿璇，我只有你了。吴仙云靠在江璇怀里，哭得楚楚可怜。江璇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不要怕，有我在，我会像从前一样一直保护你。你对我好，静秋会不会有意见？不用管她，你知道的，我喜欢的是你。江璇的这句话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胸腔，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忽然想起，每一次吴仙云和江毅吵架离家出走，江璇都会第一时间扔下手里所有事，赶过去陪伴吴仙云。我一直以为是江毅拉不下面子，拜托江璇的，是我太天真。我惨白着脸，看吴仙云抬起头，朝我露出轻蔑又得意的笑。最后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医院。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我一厢情愿，可是当初许下诺言的明明也是他呀。我在家里哭坐一夜，第2天早上才等来了回家的江璇。一想起他抱着吴仙云的画面，我的心泛起密密麻麻的痛。然而真正面对他，我却连质问的勇气都没有。我无法相信，当初冒死救我的那个少年，当初说会永远喜欢我的那个少年，变心了。我把一切压在心里，哑着嗓子问他：江璇，你会跟我离婚吗？江璇换鞋的手停住了，许久。
我才听到他的答复：不会，这样就好，这样就好。那之后，江璇把吴先云转到他掌控的私立医院治疗，又不知道怎么说服了江母，让吴先云重新回到江家。最后，为了稳固吴先云的地位，他排除万难，在公司给吴先云挂了一个闲职，两人开始同进同出。给我以及对外的理由是替哥哥照顾寡嫂。江毅是一个很好的哥哥，所以没有人怀疑江璇。如果不是那次在医院听到的那些话，我会觉得我爱的人他就是这么善良。可埋藏在心底的那个声音不断提醒我，江璇对吴先云的好，哪里是对哥哥的报答，分明是对白月光的念念不忘。停车场光线昏暗，沉浸在往事中的我，没有注意到身后尾随的男人拉开车门的瞬间，一双大手捂住了我的口鼻。挣扎几秒后，我便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我被绑在一艘渔船上，渔船上另一个被绑的是吴先云。听着熟悉的海浪声，我原本慌张的心渐渐镇静下来。绑匪只绑了我跟吴先云，这人大概率是跟江家有仇。我猜想的不错。没多久，有一艘游轮靠近渔船，站在最前面的正是我一夜未见的丈夫。你要的钱我都带过来了，就在，该放人了吧？江璇一面盯着绑匪，一面示意手下打开箱子给绑匪验货。绑匪阴森一笑，拿刀架着我跟刚刚醒转的吴先云。二选一，只能选一个。听说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你老婆，一个是你相好。江二少害我破产断我生路，我自然也得让你尝一尝痛的滋味。绑匪神色疯狂，落选的那个可就要被扔下去喂鲨鱼了。江璇来之前，绑匪便扔了一些新鲜的血肉到海底，这会儿渔船周围已经被鲨鱼环伺。听到这句话，我旁边的吴先云吓到快晕过去，他的身体哆哆嗦嗦，对着江璇流泪：“阿璇，救我！我不想死，我不哭不闹。”只是向江璇投去希望的目光。江璇面色铁青，他喘着气死死地瞪着绑匪。不过几秒，像是很长，其实很短。江璇避开我的目光，指着吴先云：“我选他。”又一次，江璇在我和吴先云之间选择了他。半个月前的某个晚上，江璇临时有饭局，大客户的夫人需要人作陪。我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急匆匆去做了发型，挑了衣服。然而快到了餐厅时，却被秘书的电话拦住了。秘书支支吾吾半天，我以为是江璇不想我去，失落了很久。可是到了半夜，却是吴先云送江璇回来的。秘书和吴先云一左一右架着他，江璇的头靠在吴先云的脖颈处，嘴里一直念着他的名字。那双拥抱过我无数次的大手，紧紧地搂着吴先云的细腰，无论我怎么扯，都扯不开。我盯着那双手，脑袋一片空白，指甲深深陷入皮肤，才换回我的理智，察觉到我的视线。吴先云漫不经心说了一句：“阿璇这是喝醉认错人了。”临走前，吴先云还特意吩咐我，今天晚会上阿璇给我挡了好多酒，你给他煮点醒酒汤。原来江璇不让我出席的饭局是吴先云陪着的。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从微微的痒到无法止住的痛。而就在我能感觉到我对江璇仅剩的爱正一丝丝散去，江璇，我轻轻地喊他：“你有爱过我吗？”他神色挣扎又痛苦：“对不起，静秋，我会救。”原来真的都是我一厢情愿呐！我状若癫狂地笑着流出眼泪，趁着绑匪不注意，在江璇惊恐欲裂的目光中，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耳边的风声还夹杂着江璇撕心裂肺的哭喊：“不要，
静秋，但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闭上了双眼，漆黑幽深的海底，一条瑰丽的银色鱼尾骤然出岫，意识昏昏沉沉。我隐约听到一声吊笑：“哟，美人鱼呀！”等我再次醒来，发觉自己正躺在一个巨大的鱼缸里，我心中一紧，这是被抓了。我是人鱼的后代，从小我就被教育，尾巴一定要藏好，一旦被人发觉，那么面临的将是折磨和死亡。所以我从未告诉任何人，包括江玄。曾经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告诉他，毕竟他救过我，应该看到过我的鱼尾。但是每次话到嘴边便吞了下去。就在看来，江玄似乎不知道我的这个秘密，也幸好他不知道，才让我死里逃生。跃入海底之后，我将鲨鱼引到深海处，海面上飘着的血迹都是鲨鱼的。然而寡不敌众，处理掉最后一头鲨鱼后，我也伤痕累累昏了过去。我用鱼尾使劲拍打鱼缸内壁，企图用声音吸引抓住我的人。很快，有人过来了。男人五官张扬俊美，一截断眉，痞气十足。他扬了扬浓黑的眉：“醒了，江二夫人。”我瞬间警惕起来，然而声音却是淡淡的：“你既然知道我是谁，那么也该清楚，江二夫人已经死了。”男人一愣，而后勾起笑意：“那么方静秋小姐，你愿意和我做一笔交易吗？”时隔1年，看着熟悉又陌生的街景，我有点恍惚。怎么，小阿秋不认得路了？温季雨勾着我的肩膀，调侃道：“要不你开个价，我勉为其难给你当司机解说一番。”我敬谢不敏：“不用了，我跳海伤的是身体，不是脑子。”他又开始哈哈大笑：“小阿秋，我就说了，你简直长在我的笑点上。1年前救了我的那个男人就是温季雨，他本人跟这个名字也实在不符，野性难驯，倒是最配他。”温季雨说江玄抢了他的宝贝，所以他要报复江玄，正好误打误撞救下了我，一个绝佳的对付江玄的饵。他说这话时依旧没个正形，让我很难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温季雨不仅救了我，还想尽办法帮我恢复双腿。跳海之后我受伤太重，导致身体出了点问题，鱼尾和双腿无法自由切换。如果不是我有利用价值，恐怕他早就送我去了研究院。即便不是温季雨，我也打算回去复仇。从跌落海底那一刻，我对江玄的爱已经散尽，脑海里想的都是我要复仇，凭什么我就要被舍弃？我要让那对渣男贱女付出代价。想起过往，我面上不由得冷了几分，一只大手突然捏住了我的脸颊：“今天就不要愁眉苦脸了，走，哥哥请你吃大餐去。”我皱眉无奈地被温季雨拉着往前走。等到了餐厅，我才明白温季雨所说的大餐是什么。餐厅靠窗的那一桌坐着的正是江玄和吴仙云。我没想到会这么快遇到这2人。江玄面无表情，一如既往的淡然俊朗，执掌江氏让他平添了几分上位者的气息。看来我死后，他过得比以前还好。晦气！旁边的温季雨小声咒骂了一句：“你说的对。”我紧紧盯着江玄，似乎是感受到我的目光。他缓缓抬起头：“是时候下下晦气东西了。”我挽着温季雨的手，朝一脸震惊的江玄微微勾了勾唇。江玄的脸色变幻莫测，震惊、痛苦和喜悦交织一起，最后演变成他骤然起身，跌跌撞撞，却又迅速跑向我，而后死死地抱住我，像失而复得的珍宝。“静秋，静秋，是你回来了吗？真的是你！”江玄的这个反应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意料的是温季雨，
他一把扯开江璇抱着我的手，直接狠狠一拳砸过去。那一拳让江璇嘴角流血并跌倒在地，然而他却不在意，直勾勾注视着我，一边哭一边笑喊着我的名字。吴仙云白着一张脸拼命喊着江璇的名字：“阿璇，我害怕，你别这样。”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我凝视着不远处脸色苍白的吴仙云，嘴角弯起一个意味不明的笑。阿璇只一声，便让他停下来。我跟着江璇回了江家。离开餐厅前，我偷偷用小拇指勾了勾温季宇，暗示他等我电话。他那阴云密布的脸色终于好点。回到江家，不出所料，又是一番鸡飞狗跳。所有人都对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表示敌视。江母尤为激烈，要不是这个女人乱跑被绑匪抓了，你也不会为了去救她挨了一刀，还住了好久院。就在她还想回来，做梦！当年我跟江璇结婚，江母就不喜欢我，只是她更讨厌吴仙云。没想到1年时间，吴仙云倒是讨得了他的欢心。站在江母身侧的吴仙云跟江母一致对外，矛头指向我。方静秋，你要是真被人救了，怎么会隔了1年才回来？你敢说你回来没有存歪心思？我无视吴仙云，歪过头问江璇：你叫我回江家，就是想看看我从前是怎样被欺负的吗？一句话让江璇冷了脸。如果谁对静秋不客气，那就别怪我也不客气。我在众人难看的面色中，挽着江璇的手踏入房间。刚关上门，我被江璇背对着压在门上，他紧紧地桎梏住我，温热的吐息喷洒在我的脖颈处。静秋，我真的好想你。男人嗓子低哑，絮絮诉说着这1年来的悔恨和爱意。我沉默了许久，哽咽问江璇：你有爱过我吗？像是打开了某种开关，一滴温热的泪滴到我的皮肤上。静秋，我爱你，失去你之后，我才知道我爱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许久，我听到自己温柔回应，那温柔却不曾到眼底。江璇去洗澡了，我打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对方秒接。怎么，那个傻逼玩意儿没缠着你？温季宇话里对江璇是浓浓的厌恶。我有些好笑，只问他：你被江璇抢走的是什么东西？我尽快帮你找到。这个不着急，你先做你想做的。浴室的水声停之前，温季宇对我说：小阿秋，我有点后悔让你回到江璇身边。温季宇对我的心思，其实也是最近才展露出来。然而我无暇顾及，今夜某些人注定无眠，我却睡得很好。江璇去公司之后，江母和吴仙云就坐不住了。有吴仙云添油加醋，江母自然也就知道我是被一个男人救了，被男人救了1年后才回来。谁知道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江母忍不住阴阳怪气：妈，静秋不是那样的人。吴仙云假惺惺地替我说了句话，很快话头一转：不过那天在餐厅，我看静秋跟那个男人还挺亲密的。江母顿时嚷道：我就说他在外面勾搭了野男人。吴仙云此时故作惊讶，捂住嘴：静秋，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一时嘴快，骂他也没别的意思，怕你被骗。我抬起头温柔笑笑：没事，我也是一时手快，把你们刚刚的话发给阿璇了。我扬了扬手机：我不生气，至于阿璇生不生气，我就不知道了。两人面色大变，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妻子被造黄谣呢？江璇很快从公司赶回来，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拉起我就走，连江母哭喊威胁都不搭理。我们出门的时候，吴仙云追了出来，他眼圈微红，要哭不哭地跟江璇道歉：阿璇，你也知道的，
我不能不听妈的话，那样说静秋不是我的本意，到底是曾经的白月光。江玄微微叹了口气，我妈那边辛苦你了。吴仙云朝我投来一个得意的眼神，像极了从前每次从我身边抢走江玄的时候。车子启动前，我借口整理头发，靠近吴仙云，来抢吧，看谁抢得赢。江玄把我安排进公司，跟他同进同出，茶水间总是能听到各种八卦。我端着咖啡，饶有兴致地偷听这群年轻人的八卦。今天新来的那个秘书，听说是江总之前坠海的老婆啊，掉海里还能活着回来呀？说是被人救了，那吴总监怎么办？他俩一个禁欲总裁，一个温柔总监，真的是郎才女貌。这女的一点都配不上江总，江总跟吴总监才是最般配。呜呜呜，我真的好磕他们俩的 CP， 一个死了老婆，一个死了老公，可不是般配。我要是再晚一点回来，怕是能赶上江玄和吴仙云的二婚婚礼。等年轻人走后，我才推开门离开，却不曾想，不止我一个人偷听八卦。不远处，吴仙云怨毒地望着我，低声说道：“你为什么要回来呢？阿玄本来快要答应和我结婚了，你为什么不能放过阿玄，放过我们？”我有些好笑，也就笑了出来。我跟江玄才是合法夫妻，你什么都不是。可阿玄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吴仙云怜悯地看着我，那一次在医院你都听到了吧？那么就再看看江玄喜欢的是谁吧。我猛地将手里的咖啡往吴仙云头上倒去，在江玄进来之前，使劲掐自己一把，逼出几滴泪，又抢先告状：“阿玄，我真的没有在外面乱搞。”我掀起衣袖，上面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伤痕。我没有回来找你，是因为我受了很重的伤，刚休养好就赶回来找你。我红着眼圈，渲然欲泣。吴仙云气急败坏：“阿玄，我没有污蔑他乱搞，是方静秋这个贱人先拿咖啡泼我，够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江玄冲吴仙云发脾气，原来男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会换人的。吴仙云不可置信地想去拉江玄：“阿玄，你听我说。”江玄躲过他伸来的手，心疼地替我遮好伤口，转而失望地看着吴仙云：“静秋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污蔑他，仙云，你什么时候变得满口谎言的？”江玄牵着我的手路过吴仙云身边，丢下一句话：“你最近都不要来公司了。”我回过头，像从前吴仙云对我那样，挑起一抹胜利得意的微笑。当晚，我被吴仙云拦在厨房，他压低着声音，恶狠狠地瞪着我：“方静秋，你别得意，阿玄不过对你起了一丝愧疚，你就真当他喜欢你了？他喜欢的从来都是我。”我轻笑一声，慢悠悠地扔出一句话：“哦，是吗？那他为什么不跟你结婚？还是说……”我顿了顿，上下扫视着他：“是你的魅力不够，还是江玄也没那么喜欢你？”吴仙云咬紧牙齿，冲我扔下一句：“你等着！”便气冲冲地离开了。当年我坠海，江玄发了疯似的，非要找到我的尸体，足足闹了半年才消停。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温季宇还拿来取笑我。你说江二少等人死了才装一次深情，就得到绝世好男人的称号，这波操作值啊！迟来的深情比草芥，就在的江玄捧着一颗真心放在我面前，我都觉得恶心。吴仙云的职位被暂停了，有我在公司，他也没别的理由来找江玄，只能在家里找机会膈应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服江父江母替他助攻，吃饭入座，特意把吴仙云安排坐在江玄身边。
我这个正牌妻子却被叫到跟江母坐一起，理由是想跟我亲近。江璇自然乐意江母能接受我。每当我开口想喊江璇，江母立马拿话岔开我。吴仙云借此机会缠着江璇有说有笑。我含笑看着对面两人，提高音量打断他们：“阿璇，虽然你跟嫂子聊得开心，你为今天不舒服，还是要好好吃饭。”江璇给我夹了一筷子菜，眉眼温柔：“还是老婆最疼我，我以后会一辈子对老婆好的。”一句话让三个人脸色都不好看。江父江母频繁找借口喊走江璇，而后给吴仙云制造两人独处的机会。江璇并不是没察觉，我一直都知道，比起吴仙云，江父江母更厌恶我这个死而复生的女人，所以他们既希望吴仙云重新抢回江璇，好把我赶走。可惜他们的算盘落空了。江璇这个人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里看不到别人。从前对吴仙云是这样，就在对我也是这样。轻易得到的，男人总是不珍惜；然而失而复得的，起码就在还是珍宝。我翘起唇角，目光眷恋地端向着他的脸，余光却在观察吴仙云。他僵着一张脸，放在餐桌上的那只手已经紧握成拳。是时候该加一把火了。为了避开江家所有人，我在花园里接电话，江璇就在爱我爱得不得了。我用一种刻意的口吻向对方炫耀，吴仙云虽说是他曾经的白月光，但是迟早我会把他赶出江家，就在江家当家的。可是我们家阿璇对面说了些什么？我有些遗憾地叹气，要不是跳海伤了身体，我早怀上江家的长孙了。江璇跟我承诺过，要是我怀了他的孩子，他就什么都听我的。身后的脚步声慢慢远去，我不着痕迹地转过身子，确定偷听的吴仙云已经离开之后，放下心来，对面轻吃了下，人走了。温季雨似乎是在海边，有熟悉的海浪声。小阿秋，你就在倒是会演戏的很。我把玩着一株名贵的牡丹，漫不经心回他，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吴仙云就是惯会在江璇面前演戏，他玩的那些伎俩，我以前不屑，没想到就在也成为我的利器。周六的早上，我故意在餐桌上跟江璇聊起3天后的晚会。吴仙云习以为常地询问江璇地点，正好我今天先去把要穿的礼服给选了。他笑盈盈地望着江璇，我忍不住惊讶道：“嫂子，怎么阿璇没跟你说吗？那天的晚会由我陪阿璇去就行了。以前真是辛苦你当阿璇的女伴，就在有我这个合法的妻子在，就不麻烦你了。”我微笑着在合法上面加重了音节，还扭头寻求江璇的认可。江璇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仙云，你在家陪陪爸妈，那个场合不适合你去。原本面容有几分扭曲的吴仙云，这下脸色更难看了。啊！我轻呼了一声，不好意思说道：“要不叫嫂子陪我去挑衣服吧？1年没回来，我怕我挑的不合适。”江璇眼底浮过一丝心疼，他温柔地握住我的手，语气无比温柔：“我们江家的女主人，挑什么都合适。”我忍住心底的作呕感，含情回望这张脸。在我的坚持下，吴仙云还是不得不陪我出门。看到你不开心，我就开心了。我是这么对吴仙云说的。他银牙暗咬，却不得不屈辱地跟在我后面。只要我想，他挂的那个闲职就不是暂停这么简单。吴仙云黑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等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店员都在替我整理礼服，于是我想也没想，吩咐吴仙云给我拿下手机。方静秋，你不要得寸进尺。他怒睁着双眼瞪着我。
我故作委屈，不过是这点小忙。店员打探的目光纷纷落在他身上，吴先云只得忍着怒气拿过我的包，翻找的声音突然停下了。我回过头，他正盯着我包里的一张检验单，叫你拿手机，你翻什么呢？我慌忙跑过去夺下我的包包，吴先云被我吓了一跳，不自然地拢了拢头发。你包太大了，我找不到。之后的时间里，他似乎心事重重，无论我怎么挑衅他，都心不在焉。我知道鱼儿这次是彻底上钩了。3天时间转瞬即逝，我挽着江璇的手臂，在晚会上惊艳亮相，不时有人前来巴结敬酒，我都来者不拒。接过来的酒最后都进了江璇的肚子。在晚会隐秘的角落里，我看到了温季宇，隐晦地朝他做了个手势。他面上不耐烦，却还是乖乖动了。有温季宇帮忙，想必吴先云的计划会更成功。我晃了晃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江璇替我挡了很多酒，人反而比我还清醒。我揉了揉有些痛的额头，提前离了场。临走前，我让江璇的秘书转达，我在酒店楼下开了间房休息，让江璇忙完过来找我。然而第2天，直到我回了江家，还是没有见到江璇。打了几次电话后，江璇终于接通了，他的声音有些阴哑。我昨晚喝太多了，怕吵到你，就单独开了一间房。你别担心，我马上就回去。江璇的这番说辞有理有据，我当然相信他。我贴心地叮嘱了他几句，随后又发了一条信息：计划成功了吗？我放心了。静心等待了半个月后，吴先云终于出手了。他约我出去，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谈。刚入座，我还没坐稳，一张孕检报告甩了过来。我皱眉问他什么意思。我怀孕了，孩子是阿璇的。吴先云趾高气扬地看着我。你自觉找阿璇离婚吧，我还能让他多给你一点补偿。我气笑了。吴先云，我看你不该做孕检，该做的是脑检。晚会那一天有的。吴先云打断我，那一晚阿璇没有跟你在一起吧？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是他和熟睡中的江璇，一整晚他都跟我在一起，孩子就是那天怀上的。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你不能下蛋，总不能让江家绝后。我捏着照片的手开始颤抖，面色也变得苍白。吴先云凑近我，十分得意。那晚阿璇是喝醉了，可是后来他是清醒的。哪个男人不想要孩子呢？吴先云离开了，我收起了面上的伤心，将他留下的孕检报告和照片收好，又坐了一会儿才失魂落魄去找了江璇。看着慌张过来的男人，我抬手就是狠狠一巴掌，终于对着他说出这句我忍了很久的话。江璇面色苍白，伸出手想要抱我。静秋，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只要别离开我。我冷冷推开他，不可能，离婚吧。江璇不放手，痛苦地向我解释，静秋，江家需要一个孩子，我是不能生吗？你要找别的女人生？我愤怒地质问他。是，我跳海是伤了身体，可医生说了，只要好好调养1-2年，生孩子完全不成问题。江璇整个人如遭重击。可是仙云说，我红着眼忍住泪。到就在，你还是宁愿相信吴仙云，也不愿意信我。扔下我真正的体检报告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手机疯狂在震动，江璇一条接一条的消息都是忏悔。我视若无睹，等江璇快消停的时候，才回了一条：我是不可能替别人养孩子的。隔了1天，吴先云在地下车库拦住我，他素着一张脸，满目阴郁。你跟阿璇说了什么？为什么他逼我去打掉孩子？我漫不经心扫了他一眼，
当然是因为我能生了呀。医生说我的体检报告弄错了。阿玄说了，只有我生的孩子才是江家承认的。只要我不让江家绝后，我靠近他耳边，语气很厉：你肚子里这块肉算什么？车子渐行渐远。我看着后视镜里站在原地失魂落魄的女人，掀起唇角：吴仙云，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我从江家搬出来的那天，江母和江璇大吵一架，原因自然是为了吴仙云肚子里的孩子。江母要求江璇跟我离婚，迎娶吴仙云，给他们母子一个名分。然而江璇不同意，坚持让吴仙云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江母气得要死，带着吴仙云跑到我这里大骂一通，正好碰到来我这里报道的江璇。自从我搬出江家，江璇每天都会来我租的房子这里求我原谅。虽然我没给他好脸色，但是态度也渐渐缓和不少，和好的希望让他来得更勤快。这一次，他目睹江母和吴仙云对我的污言秽语，江璇大怒，三人推搡间，吴仙云被推倒在地，捂着肚子痛呼。江母吓得语无伦次，催促江璇叫救护车。这孩子没了也好，不过是一个孽种。江璇冷眼旁观，吐出的话让吴仙云心凉了半截。而后他又深情款望着我，我的孩子只能由静秋来生。我忍住满心的反胃，火速拨打了120。吴仙云肚子里的那块肉就在可不能出问题。救护车临走前，我看到了吴仙云眼底的恨意。一切结束后，我给温季宇发了条消息：下一个计划开始吧。吴仙云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江璇却不让他好过，纠缠着让他去流掉孩子。吴仙云终于狠下心，联系了温季宇为他安排的那个要贩子。女人的恨意一旦爆发，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回江家取落下的东西那天，吴仙云也在。他捧着一碗燕窝，慢慢地喝着。我视而不见，往门口走去，却被吴仙云叫住了：方静秋，你重回江家的美梦该醒了。我拧着眉看他：你什么意思？江家的孩子只会从我肚子里出来。他笑得肆意：江璇已经不能生了，你在这里发什么疯？阿璇怎么可能不能生？门口传来细微的声音。我不动声色，继续引导吴仙云。他这辈子除了我肚子里的孩子，再不会有别的孩子了。吴仙云双目满是疯狂，因为我亲眼看他喝完了我替他准备的那碗绝育药。啪！一个人影冲了出来，重重地甩了吴仙云一巴掌。你这个毒妇！江璇眸中喷火，像是要撕碎吴仙云。后赶过来的江父和江母拼命扯住江璇，要不然江家可真的是要绝后了。吴仙云捂住肿起来的脸，笑得有些疯癫：这都是你逼我的，只有我肚子里的孩子才是江家未来的唯一继承人。看完这一场好戏，我忍不住鼓起掌，将家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后，我才悠悠抛出一句话：你怎么就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江家的种呢？这句话无异于一颗炸弹，炸的面前几人神色各异。我微微笑着为他们揭开谜底。晚会那一天，吴仙云在江璇的酒里加了点助兴的东西，他以为胜券在握。然而吴仙云不知道，有个被温季宇买通的服务员在不经意间调换了他和江璇的杯子。那杯由吴仙云亲手加了东西的酒进了他的肚子。江璇醉酒的那一晚，房间里的女人并不是吴仙云，而是我和温季宇提前找好的神似吴仙云的女人。灯光昏暗，江璇又喝醉了，根本分不清。吴仙云也同样享受到和江璇一样的待遇，所以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江璇的。然而
吴先云给江璇下了绝育药，江家是真的要绝后了。得知所有事情后，江母一下子晕了过去，吴先云瘫坐在地上，神情麻木。江璇望着我，面上满是痛楚。静秋，你就这么恨我吗？我神情冷漠，连一个字都不想和他多说。晕过去的江母被掐着人中醒来，他冲过去，恶狠狠地一边咒骂吴先云，一边狂甩巴掌。最后还是江璇怕出事，让人拦住江母。几个佣人按住不断挣扎的吴先云，如同拖死狗一般拖走他。路过我的身旁，吴先云死死盯着我，声音如同淬了毒：“方静秋，我不会放过你的。”那天过后，江璇没有再来找我。我猜他应该在忙着治疗不愈，而我也没闲着。在公司待的这段时间，我和温季宇里应外合，收集到不少江氏违规的证据。然而我万万没想到，吴先云还能出来作妖。从昏迷中醒来，我的后脑勺剧痛，手脚也被绑住，是电梯里那个包裹着全身的男人干的。环顾四周，是熟悉的海域，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次有我一个人被绑，是吴先云干的。1年前那起绑架，也是吴先云自导自演，不过是为了验证自己在江璇心中的地位，顺带除掉我。绑架我们的绑匪，也是在吴先云的帮助下顺利逃脱。大约是没想到我会醒得这么早。吴先云跟绑匪讲话毫不遮掩，说了几句，两人开始争吵。原来自从握住了吴先云这个把柄，绑匪时不时便会找他要钱。后来绑匪染上了毒瘾，越来越狮子大开口。这次会继续帮吴先云，是因为他在外面输了5000万，赌场的人正到处找他，要把他卖到国外去换钱。然而吴先云被赶出江家，自身也难保，哪有这么多钱给绑匪？两人吵得越来越凶，直到快艇的嗡鸣声传来才停了下来。一艘是江璇的，另一艘是温季宇。江璇是吴先云打电话叫过来的，温季宇是因为我手机里有他安装的定位，确定了我还是安全的。江璇开始跟吴先云交涉，他看向吴先云的目光满是厌恶和恨意，那恨意刺激了吴先云。吴先云踢了我一脚，阴沉沉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新欢旧爱都来救你，你一定很得意吧？可惜了，你得意不了多久。”他直起身子朝对面喊话：“我改变主意了，想救方静秋，那就用你们自己来换人。”江璇的脸上闪就一丝犹豫，而温季宇毫不犹豫地举起双手，踏上渔船，让绑匪绑住。别怕，他冲我做了一个口型，那2个字如同一股暖流，烫入我的心扉，也吹散了1年前停留在我心底的阴霾。即将靠近我的时候，温季宇朝我使了个眼色，在他踢向吴先云的瞬间，我默契地朝旁边滚去。趁着温季宇跟绑匪缠斗的空隙，江璇也冲了过来替我解绑。然而变故就发生在瞬息，渔船起火了，一股厚重的汽油味道沿着海风吹过来，我脸色大变，推开面前的江璇，往温季宇的方向跑去。温季宇跳，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我幻化出鱼尾，拖着温季宇勉强回到岸上。至于其他人，我无暇顾及。温季宇因为拦在我面前，替我扛了大部分冲击力，伤得不轻。好在他底子好，恢复得快，不过1个月就已经生龙活虎。照顾温季宇的这1个月，我充耳不闻窗外事。等温季宇出院，我才知道外面已经天翻地覆。渔船漏油的时候，江璇和吴先云距离爆炸的位置较远，受到的冲击力也较小，两人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然而吴仙云毁了容，江玄不仅断了一条腿，还成了瞎子，失去光明的痛苦让江玄把所有恨意都加诸在吴仙云身上。他让吴仙云住进最好的医院，得到最好最快速的治疗，却不让他整容恢复原来的美貌。在吴仙云出院当天，江玄亲自送他进局子，并扬言要让吴仙云一辈子留在里面。吴仙云痛哭流涕地求江玄放过他，然而江玄无动于衷。吴仙云发了狠，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时候，掏出藏了许久的水果刀，刺入江玄胸口。那一刀扎得很深，即便是医院拼命抢救，江玄还是成了植物人。而吴仙云数罪并罚，这辈子永远都要待在局子里踩缝纫机。听完了所有事情，我面上很平静，这是渣男贱女该得的报应。倒是温季宇不时向我投来担忧的目光，我心中一暖，弯起唇角喊他：“温季宇！”我举起手里的吊坠，那是江玄脖子上的，爆炸那天顺着海水冲到我手边来，吊坠中心是一片鱼鳞，这是我的尾鳞。你知道我最开始为什么会喜欢江玄吗？就是因为这片鱼鳞，他小时候救过我，我给了他这个作为信物。我靠！温季宇面色突变，低声咒骂了一句，我有些莫名。他突然靠过来，捧起我的脸：“你不是问江玄抢走了我的什么东西？这片鱼鳞就是他抢走的。”我望着那双认真的眸子，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你是说，那个曾经救了我的人是你？我艰难地消化这个消息。温季宇点了点头，无奈道：“早知道你是这个原因喜欢他，我们重逢时候就该告诉你。我一直以为温季宇救我是有所图谋，原来早在第一眼他就认出了我。小时候救我的那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连名字都没来得及交换。第二次救我的时候，我遗忘了他，还爱上了别人，所以他迟迟不敢和我相认。于是他随便找个借口就下我帮助我。我给你的这个鱼鳞怎么会被江玄抢走？我以前和他同教过一个学期，鱼鳞是那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后来才知道被他捡走了，后面也没有机会找他要回来。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都有些哭笑不得。温季宇伸出手，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温季宇。我回握住，我叫方静秋。他眉眼温柔地勾起唇角。找到你了，我的小人鱼。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